讲得好了，这钢筋铁骨本是寄生在铁矿石中的异兽，世上只有一对，一只在黑石城，另一只被我们掳走了。爱上它，它会给你续上经络，虽是铁手，但灵活如真手。不过，铁骨刃柱需要和手臂骨血相融，想戴上它，得接受锥心之毒。来。 高真，吃饭了啊！吃完饭带你去见龙大小姐。哎，不会死了吧？高真，高真。 哎，你这穿的什么呀？你跑吧，反正你也跑不出去。在哪儿？快走！金池水化骨食肉，这下他死定了。
西姐，要不我找人给你做个手套吧？不威风吗？2年前的5月25，山茶遇难的那天，是我为你种下了心弦，给你续了3年的命。张东，你的时间不多了，不想续命吗？刘喜小姐，我想问一下，咱们真的就这么打过去啊？为什么不？那雨林卫和方氏，那自然不在您的眼中啊。但是我有点担心黑石城会促使关里的异兽来打头阵。其实这些异兽啊，平日里啊，那绝对是与世无争。当然，只是很偶尔的时候，他们也做一些伤人的坏事。但是我敢保证啊，这绝对是受了黑石城的压迫，真的。对啊，我们跟异兽无冤无仇，为何要打？不打，不打，不打！天哪！我竟然和伟大的刘希小姐想到了一块儿去了。哎呦，刘希小姐，您太英明了，真是。而且啊，关里的很多异兽数量已经不多了，如果我们再杀，那好多就得绝种啊。而且我算过了，整个这个过程，咱占不到任何便宜。对，不能杀。哎，好，不杀。敖叔，哎，你跟双生子说什么呢？嗨，我这不是跟人刘。多少次了，一点都不长记性。阴残心弦的事情打听的怎么样？啊，问我啊？暂时还没有。哎，但是我最近阅读了所有的典籍，问遍了耆老方士，现在得出了一个结论：这个心弦啊，是龙家的秘技，能拨弦续命的。现在就2个人，一个龙芝，一个龙参。西姐，我们一路上不停不懈加速打进来，这所剩剑石不多了。这要是把剑石浪费在守城的异兽上，有没有效果先不说，那城里还有雨林卫。我出去一趟。尤西小姐注意安全。明天必须拿下黑石城。到明天晚上，昌东的命就续满3年了。即便叶流西手上有阴残心弦，只要我们不为其拨弦，昌东必死无疑。心弦的事先不谈。龙芝，你为何拒拿高深和江斩2人出来跟叶流西谈判？龙芝，我把高深囚禁到了黄金矿山，但几天前他逃了，估计是死在了金野池。江斩呢？你为何不把他交出去？你知道江斩对叶流西的意义。龙芝，
那些不配、不值得、也不可能的人，留着他有什么意义呀？张东在我们手上，叶流西想要救他，明天就只能缴械投降。叶流西如果不顾他的死活呢？他手中的弩，我们可是对付不了他。叶流西是有弩，但他的箭矢用一支少一支。这9个月里，他一路从流沙堆向黑石城推进，兵器一定消耗了不少。我们先用异兽守城，先挡下第一关，再去打他那些虾兵蟹将，必能赢他。东哥，哎呀，这次跑线挺辛苦吧？什么意思啊？七爷那儿还住不下你俩？哎呀，我们就想你了，想见你呗。对呀，想你了。哎呀，哎呀，还是床舒服啊。东哥，关内一点消息也没有。海龙队我们去了那么多次了，什么办法都想了。飞汤，哎，是啊，东哥，我跟刘姐我们一想啊，你说这龙之万一要是没骗咱，那这星璇就能管3年，明天可就到日子了，那肯定不能让你一个人待着呀，我们俩肯定得过来陪你啊，东哥。明白了，来给我收尸来了，是吧？呸，不许说丧气话。挺好啊，省得我自己一个人死了好几天才被发现，不体面。哎，你俩喝水吗？我俩想吃饭。我饿了。你来蹭饭来了啊？还有啊，一会儿你们俩打地铺，就别和我这个将死之人争床了。说什么呢？你说东哥这个新钱到期的时间到底是24日的12点，还是25日的12点，还是中间的某个点呢？你都给我说晕了都。就前一个0点还后一个0点？我理解的啊，就是一会儿到12点。那就是24日，就今晚的12点。哎，对，过了今天晚上12点，如果东哥还没事，那就说明就 OK 了。对。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一会儿东哥回来，我们今天就到12点之前不能让他睡觉。我们也不能睡觉。当然我们不能睡觉了。那你能不睡吗？我能不睡？我们俩就有话没话的跟他找话聊。哎呀，东哥，你看我这衣服好看吗？没见过吧？看起来有些奇怪啊。奇怪，这时髦好吗？哎，刘姐，你穿这身，你还不赶紧给东哥跳一段？凭啥我跳呀？你也跳呀？不是，我哪会跳舞啊？起来！我让你穿裙子，我跳什么舞啊？你谁说只有穿裙子才跳舞的？你赶紧给东哥跳一段。或者你起来跳舞，快点！你快点！干嘛呀，东哥？好久没这么睡了。我想跟我一起打地铺。那好啊！哎呀，我太怀念咱们一起睡通铺的日子了。哎呀，是啊，怀念那个曾经的自己了。东哥，你说你这一趟来来回回的，这也确实够辛苦的。有没有想我希姐？谁不想希姐呀？东哥，虽然我们现在见不到希姐，但是我希望希姐、高深、阿和
他们3个能像我们3个一样一直待在一起，这样就算经历任何事情，彼此能照顾对方，日子都不会太苦。4，什么呀？4，站住！你眼瞎呀？对不起，小姐。小姐，这里刚刚发生过坍塌，您有什么事儿吩咐我们去办就行。怎么了？害怕。让你别玩，回来吧。京爷，关内异兽大多害怕黄金，唯独你，非但不怕，还喜欢藏身在黄金矿山之中。你就是异兽里的异类，跟我一样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关内异兽都以你为尊，你才是真正的兽首。我知道你不问世事多年，但现在我需要你的帮助。等我拿下黑石城，掌控关内，我绝对不会再让关内百姓和异兽遭受欺凌奴役。说到做到。相信我。没死，还能喘气儿。
东哥，东哥，东哥，飞腾，东哥，起开我！东哥，东哥，快打电话给医院！快打电话给医院！站住！有个人！通报一下，我要见赵关寿、龙生和千家老太。他们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？告诉他们我叫叶流西。开门！叶流西，你是来投降的吗？回去叫你爹回来谈判。看来昌东对你来说也不过如此。我不费任何力气就能踏平黑石城，回去跟大人们商量一下。真是随意。龙芝小姐，方市长，请您赶快回去。敌人情况很危险，快点！好的。哎，你们两位，不要等着，准备一下。好。肾上腺素0.5毫升注射，开始抢救。昌东，你要好好的。要是你没能活过25号，那就说明是我败了。有什么账没算清，咱们一起低下还。咱们现在不挺好的吗？如果你撑过那天，你多活一天，就是我多撑一天。那你可要好好照顾自己，你要活得光鲜，过得舒心，不要枉费我在里面辛苦支撑。听到了吗？说不定我哪天回来了，你要是让我看到你生不如死、行尸走肉的样子，我弄死你。好。
赤城的人听着，我们谢眼要进城了。但是我们进城之后，不劫掠，不屠城，不滥杀，平民不杀，放下武器的羽林卫方士也不杀。此后众人平等，再无杀戮，好好过自己的日子。不过你们要交出杀害展颜的凶手，交出来之后，大家相安无事，天下太平。别听他们废话，给我放箭！刘希小姐，羽林卫放箭！攻城！攻城！这里太危险了，来进城。不行，我要在这里等颜有希。龙老爷子已经下令，进都结束了，这里太危险了，快走吧！再不撤就来不及了。闭嘴！起来，快！杀！杀！对不起了，马小姐，得罪了，放开！快走啊！一旦开始打仗，就不可能没有流血伤亡。那些跟着我冲锋陷阵的兄弟们，他们的家人，还有无辜的平民百姓，阿和，小心点儿！别看了！师姐，兄弟们，进攻！冲！我不要他们用命换我的胜利，我得想办法，尽快和黑石城谈判，和平结束这场纷争。不要反抗，我不会杀害无辜。
走！跪下！跪下！别动！跪下！跪下！别动！别动！各位，事到如今，南斗预言也好，银蛇预言也好，争斗形势也好，胜负已分，都同意吧？关内的事迹，你拿下了几个？你这也是才刚进黑石城，我们是可以反击的。胜负已分，说早了吧？东西好不好吃，尝一口就知道了。我用不着踏平整个黑石城才宣告胜负已分。既然是来谈判交易的，我看就直接进入正题吧。好，我有3个条件：银蚕星弦、江斩、高深。只要你们能够满足我所有的条件，我承诺不犯黑石城。到时候，羽林卫家族、方氏家族都可以在城内安稳度日，不会像厉望东当年那样被流放、被灭族，像丧家之犬一样东躲西藏。怎么样？刘希小姐，首先，银蚕心弦丢了，高深前几天在矿山牢房逃走，江斩没什么问题，我们可以把它交给你。3条，黄了2个，1个不确定，这也算交易。银蚕心弦在流沙堆丢的，就在你手。对啊，就在我手里啊。但这个心弦既然不是你们给的，就算不上是你们的功劳。不过，我同意为昌东保险续命啊。既然龙老先生这么有诚意，那这一条，我算你们达成了。西姐说了，3个条件，每达成1项，便可换黑石城1/3的平安。区域你们自己划，我们不计较。为昌东续命，只能换1/3的黑石城。龙老先生，我提醒你一句，整个关内也只有我愿意做这么傻的交易了。但凡我咬个牙，心一狠，这3个人我不要了，又能怎样？而且阿和说漏了一句，所有条件都必须要以昌东活着为前提。心弦一续3年，为昌东续命，换来的是1/3个黑石城，3年的平安。
苍东家主，这儿好。怎么样了？病人现在病情危重，心脏骤停，正在抢救，包病危。我们一定会全力抢救，但是你们一定要有个心理准备。这是病危通知书，你们签个字吧。这样，龙家、千家，还有雨林城，就会有3年的平安。只要你拨弦。爹，叶流西，拨弦收弦都在顷刻之间，你就不怕我出尔反尔，要了昌东的命？我怕什么？去的是昌东的命，也是你们全部方氏雨林卫的命。你当然可以现在杀了他，反正有整个黑石城为他陪葬。刘希，你成功了。钱老太太，我费了这么大的劲，布下了这么大的局，这不是我要的西出玉门。龙芝，我们都是按照你们的吩咐做的，凡事不可强求。这就是西出玉门。就这样。是，就这样。好。
现在有1/3的黑石城是安全的，3天之内交出江斩，能保另外的1/3。至于高深的1/3，这样，你派一队羽林卫跟我进黄金矿山，如果能找到他，那个1/3，我还算你们。这再好不过了。刘希小姐还有其他的要求吗？有啊，3年时间过得太快，到时候还是需要您继续拨弦。但龙老先生，对不起啊，我这人说话不中听，您年事已高，也不知道可以有多少个3年。我希望您尽快找一个听话的、明事理的接班人。当然，这个接班人，我指的不是龙之。只有这样，才能让关内的黎民百姓好好的过日子，休养生息。长东家属，病人醒过来了，抢救成功了，但是抢救过程挺困难的，这种情况特别特殊。抢救成功了？那我们现在能进去看他吗？那暂时还不行，你们需要等一等，我们再进一步观察。谢谢大夫，谢谢大夫啊！我们会随时跟你们家属沟通。好，谢谢。成功了。成功了，那说明西姐那边也成功了。那高升是不是也没事了？啊？阿和应该也没事。我是不是能见到他们？没有。你都听到了，3天之内选择个时间，把江斩送过去吧。这个废人能换1/3的黑石城。他怎么说，就怎么做。就连换掉我，也要听他的吗？龙之，实力不如人，就先视若伏低。人生总有起伏，叶流溪不曾经也一败涂地，连他都能东山再起，我们定能卷土重来。明天就通知龙鳞，带人去地牢，把江斩提出来。你当时没有杀江斩，现在用他当人质，总算派上用场了。可是我留下江斩，并不是用他当人质的。是景致。龙之，他死了吗？叶流星还挺舍得呢。龙老先生提出了一系列的条件，他都一一答应了。走吧。你们俩的邪眼的大功臣，哼！
找你的清楚吧。展颜，青主在黑石城等着见你呢。展颜，你跟青主从小就认识吗？在黄金矿山？对，在黄金矿山。那青主小时候是怎样的人啊？聪明，有主见，无所不能。在我心里啊，他永远都没变过。我知道，只要他所追求的事情，一定会实现。是啊，我就没见过他这么厉害的人。展颜，我们的人已经全部退入城内，战况不妙，得让青主先走了。那就按照原计划，所有人从东北门撤出，去让大家知道。是。来，你有没有看到叶流溪？对不起，展颜，我没有注意。青雉，我们得走了。留在青雉在。快跑！叶流溪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早就说过了，总有一天你会知道，两朵灵芝，谁是杂草，谁是仙。上！
青枝，张爷，青枝，走啊！行了，大家快来看呀！那边这斜眼呐，这日子怎么头了？我们走开！这样只会多赔上一条命。江斩，既然是你想留他，你就是引荐人，你要盯着他。万一他以后做出对谢影不利的事情，你是要连坐的。拉！我识人不清，拖垮了胡杨城，还请至关外流离。我曾说要为他打下黑石城，如今却反要他拿1/3的黑石城来换。这1/3的黑石城就算是我打下的吧，不要来换我。不值得。我又回到景之身边去了，回到2个人相依为命的日子里，回到黄金矿山，那时候最幸福。景之只有我也只有景之，没有昌东，没有龙之，没有争斗，也没有机关算计。但一切也无法重来。展爷，我们到家了。罗曼小姐，江斩自杀了。诡谲的世界是世事，让你眼里那短暂尝试。上！为爱与所谓百转千回，只要踏入千军，哪怕倾覆血，只为万世无悔。似是而非，真假错对。所谓百转千回，一生坚守，为万世。毕竟啊，龙之已经被囚禁了，龙神和钱家老太被贬为平民了。
我也要退位了。丽江啊，以后这里就归你了。天下无贼我已经收起来了，放心吧。哎啊，还有个台阶呢啊！书房里的资料和博物馆的资料，以后你尽情的查阅。啊，您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这也是叶流西提出的条件之一。以后有什么问题，尽管来找我。哎呦，我这个人吧，一激动就想上厕所，要不回去上个吧？不必，这里就有。是关内传说的那个厕所吗？嗯。这个马桶是刘希小姐从关外不远千里专程给我运来的，现在它属于你了。西姐，高深上次消失在金池，本以为他死在了金池，但后来不断有矿工说在金池边上看到过像高深的人。但这9个月，我们已经把这矿山翻了个底儿朝天，一直没找到。他会不会逃出去了？不可能，黄金矿山只有这一个入口，而且底下的密道也被封死。如果高深还活着，就一定还在里面。你们在这里等我，我进去看看。西姐，注意安全。高深，是你吗？高深，我是叶流西。现在安全了，你可以出来了。高深，大家都平安，我带你出去，去见小柳他们，好吗？高深，我一天找不到你，搜索就不会停止。我不能让小柳失望。谢小姐，好久不见。你们进入矿山那一天，我就被龙之关押在了矿洞里。小柳，醒醒！小柳，你看看我！小柳，小柳，我才是高深，我才是高深啊！你们冲我来！你们冲我来啊！我听守卫说，你往黑石城来，就决定逃跑了。但我在逃跑的过程中走投无路，只好跳入金池，身体被池水给腐蚀了。但还好，金爷救了我。他的咸竹能缓解我的症状，可当我再次醒来，我已经变成了浑身蛇鳞的怪物。
又过了不知多久，我也习惯了。饿了就吃祭祀坑的肉骨，无聊了就在金池里游泳。随心所欲的也没什么不好。谢小姐，这是我的池底找到的兽首黄羊的碎片。你抽血了试试看，能不能把它复原？我拼过，一块都不少。还有一件事，之前我背叛了大家，曾经拿枪指着你，如今你还愿意来找我，我很感激你。但我希望你跟大家说，高深已经死了。小刘可能会难过，但他难过一阵也就好了。小柳就是嘴巴厉害，心其实很软。他会因为同情而跟我在一起。但是你看，我现在的样子，我们不可能的。高深，你跟我出去好吗？我们可以不出关。我先给你找个地方安置，我们找医生也好，方式也好，我们一个一个的试。我们总会有办法治好你的。谢小姐，我拜托你了，你就让我一个人留在这儿。高深，高深，你等我消息。谢谢。醒了？怎么了？头不舒服了吗？放心吧，东哥，伤早就好了。睡一觉，才有力气接希姐跟高深呢。小柳，你干爹背后的生意你并不知情，他现在已经伏法，之后你是要工作还是学习，我和飞涛都会帮你。是啊，小柳，必须帮你。好的，谢谢东哥，还有堂哥。哟，这可是你第一次叫我哥，我也升级了。
找人把兽首修复一下。李金鳌，谁啊？高深的事怎么样？不乐观。右希小姐，你来看，这儿。咸猪慎用，过量恐有人蛇之虞。这个世间万物啊，它都是相生相克的。咸猪是药吧，但它也是毒啊。大量的使用咸液之后，虽然说止住了它皮肉的腐烂，但是啊，在它这个皮肤的表层啊，也会形成一层永抗金池的蛇鳞。接着，它的大脑就会受到伤害，记忆会一点一点的消失。再接着，他连他自己是个人他都不知道了，他会彻底的变成一条人蛇，多可怕！如果按你所说的，你上次见他的时候，他皮肤上已然形成了那层蛇鳞，那完了，那留给他的时间不会太多了，说不定你下次去看他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变成一条人蛇了。这就是为了我们在市集上收集到的所有异兽条目，我都找方士核对刊物过，绝不会有错。但是，右希小姐，你跟我来，来。我现在啊，有一个大胆而且疯狂的想法，把高深跟皮影人结合在一起。这是有记录的，你觉得我这个想法怎么样？怎么做呢？这个事儿概念简单，但处理起来细节比较复杂。我还得上博物馆去查看典籍，一定全力以赴把高深救活。虽然跟皮影人结合后，高深也许会体现出皮影人的特性，但总比什么人妖人蛇强吧？可是皮影秘术已经失灵了呀，没有皮影人可以站得起来。皮影人要想站起来，刘喜谷就得死，得还骨皮影人。但是你看，你这节骨头，不就等于完美的死去了吗？不就等于已经还骨于皮影人了吗？那等于说，只要我同意，高深也同意，就可以立马实施了。不过还有一个难点，人和皮影人要想结合在一起啊，这个皮影人啊就得雕刻的惟妙惟肖。但是他现在毁容了，你说到哪去找一个这样的雕刻师？还得知道他以前长得什么样，还得把他雕刻的惟妙惟肖。难点在这儿。巧了，我刚好认识这么个老艺术家。老艺术家。这样得查。亮之兽，东哥，你回来了，回来看看。快进屋。
东哥，这个。谢小姐，我愿意当个皮影人。你想清楚了，当了皮影人之后，你只是有一个人的模样，但毕竟跟人还是不一样的。我很满足了，可以见光，可以说话，可以有个人的样子，在太阳下走。我很满足了。哎呦，李金鳌，哎呦，刘希小姐，这马上出关了，你怎么还有功夫上这儿来啊？不放心是吧？哎呦，你放心吧，你出关的事我都给你安排好了，而且你出关以后交代我们的事儿，我们也一定会做好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拿着。我真的我对这个真不感兴趣。谢谢啊，谢谢刘希小姐对我的信任。你放心，我会用我的生命保护她，我会寸步不离地保护她。谢谢，我是好了，别跟我煽情，走了。谢谢刘希小姐对我的信任。谁能想到对付异兽的不是方术，而是法杖上的黄金？这黄金啊，永远是个好东西，这从来不会改变。但我觉得现在有些情况该改变改变了，比如说，雨林卫和方氏为什么要家族垄断？为什么要世袭相传？每一个人都应该有选择的权利。从此以后，羽林卫和方氏就是职业，不再是家族之名。想做羽林卫的就可以做羽林卫，那些学术技能过关的也可以入方氏门。当然，那些世袭的羽林卫方氏，要是不想继承父业，没关系，也可以做个买卖，当个手艺人。我觉得挺好。那交给你们了。没问题，我很快回来，路上小心。希姐，这个我找人补好了。叶流西要出关了，两只兽首黄羊杯都在他手上。如果他开关，你不担心吗？我为什么要担心啊？这就是西出玉门。
心事？咱们跟着西主9个月就打下了黑石城，就连当年的厉望东，他也没这本事，是不是？就是啊。不过，打下黑石城那还不算什么，咱们西主那可是能出关的角儿。下一步，绝妖鬼于玉门，咱们就可以出关，过好日子去了。大哥，这不行吧？那关外的铁皮车都满街跑了，还有什么飞机啊、大炮，人还多，那咱比人吧，比不过吧？那比家伙事儿，那更不行。那怎么打？是啊，要是把我们当成怪物都关起来，那可惨了。大哥，要我说，要不咱们还是搞偷袭吧，打完咱就跑，跑完接着回去打呗。就是老大。他们怎么了？到了别人的地盘，不应该是安守本分、客客气气跟人搞好关系吗？怎么想的还是打抢被关起来？我真的要带这些人出关吗？阿和，你想出关吗？出关一步，血流干了。我之前进羽林卫的时候，就听他们讲过，这博古妖家自带诅咒，这关内人出去了，立马变干尸，一滴血都不剩。所以，我也一直都没想过要出关。那如果不用血流干，你想吗？也没有特别想吧。之前看小电影的时候，是有点羡慕，但也就看看。真出去，这么多人，怎么去适应外面的生活？我觉得现在就挺好的。哦，还有啊，我们光想着出去，也不想着别人怎么看。哦，换作是我，这么多来路不明的人突然出现，这不是惊喜，这是惊吓。那让你一辈子待在关内，你甘心吗？我觉得关内也挺好的，金窝银窝，不比我的狗窝嘛。就算这关内真的很多地方不如关外，那我们也可以靠自己的生活去解决啊。为什么一定要跑到别人的领地，去看别人脸色？我一直以来就只有一个目标，打开关内，破玉门。要想开关，就要放出博古妖架里的异兽。这些异兽说不定会危害关内外的百姓，但是要将异兽灭了，我这钢筋铁骨、昌东的新贤、高深的皮影人，还有你的带蛇，就全部都没有了。怎么能有想着依赖的，还想绝了他？但这毕竟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。不过现在，我有了另一个梦想，那是一个不再杀戮嗜血的世界。是昌东跟你们改变了我。你说现在东哥身体好了，这次来接西姐，很有可能西姐就出来了。咱就这么个接法，是不是也太寒酸了？怎么，你要敲锣打鼓拉个横幅吗？这是不解风情。你说西姐出来，第一时间她想看到什么？东哥和我。她想看到的是气氛，既熟悉又陌生，充满回忆，恍如隔世的气氛。那怎么弄啊？你比如啊，咱把西姐之前那破面包车咱给她开来，西姐一看，车没变，咱人也没变，她
他在回想这几个月的种种，哎呦，那你说那气氛一下子不就上来了吗？哎，得了吧，咱要开那破车来海龙堆，咱都开不到这地方。会不会是欣姐来了呀？疯了？也不一定，这段时间这个地方风本来就大。无论你做任何决定，我都会跟着你。我等你回来。万一西姐出来不知道咱们在这怎么办呀？要不然我放几个小鸟吧，那小鸟它顺着它飞过去，它看见小鸟不就知道咱们在哪儿了吗？行啊。哎，宗哥，对不起啊。没事儿。在过了很久之后，也就是我能够自由地进入黑石城典藏室，研读关内外书籍之后，我才大概知道关内外是怎么一回事。用关外的话来说，那就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呀，连接在一起的关内跟关外的两个世界，不知为何分割开了。成为平行存在的两个世界，而无法接触到彼此。关内关外的风俗人文、物种特性、地域风貌各自演化，各自不同。两个世界冥冥之中又存在着某种关联。关外呢，可能有他们自己的说法；我们关内则叫它玉门关。关门内的夺骨妖架就是入骨之一。要进出关内外，要么有兽首黄羊，要么有像叶流溪一样的特殊体质，不然关内的人到了关外，就像鱼离开了水一样，出关一步，血流干呐。
我再一次选择从伯虎要家经过，是因为我相信你会在那里，一定在那里，不会让我失望。那天你睡着觉，风筝，路上的风向，我是这个错的。在出关之前，我问了银石，结果就是你知道了。说什么呀？说我这趟出关，不管我求什么，都会顺心随意。没事，你有你的步骤，我尊重你。你计划你的，我完成我的。未来你要是觉得你的好，就再来一次；要是不如我的，就以我的为准。好。让一下。商场梦啊，越过年华，醉了的回忆会拔牙，别去害怕，直面纷杂，有我啊，有我啊，这一起乘风穿过荒凉，跟了我。拥到了隔壁那盏星光，你把我当什么人？微笑的模样，能依靠的肩膀，情节路上默契相望，这一起并肩，某日流浪，每次围住我驱散忘了，是锋利的刀枪，是地狱寒夜的城墙，十指相扣温暖手掌。这金子能卖多少钱呀？讲完了。那您还没有说，那个高升和小柳到底最后结婚没有？还有那个肥堂和阿和，后来就生活在关内了吗？那这样吧，您告诉我，昌东和叶流西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也成。我不是说了吗？这都是我听来的故事。叶流西和昌东都是那故事里的人，还有那个关内关外
都是传说，你根本找不到他们去过的地方。行了，这个故事我讲到现在，算是结束了。酒也喝完了，今儿个咱爷俩在一块聊天，这是缘分，得赶路喽。老人家，您不住店了吗？来来来，阿和，开张照。OK 了，吃好吃的，走。他在画什么呀？自己去看嘛。你在画什么呀？我在画我妈妈。你吹牛吧你！你妈妈怎么可能是一个机器人呢？小东西，走，回家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回来啦！啊，走啊！来，跳着走，呀，给你抬起来，抬起来，抬起来。关于丁柳和高深的结局嘛，当然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。据说在沙漠深处，起风沙时，人们偶尔会看到一辆满载货物的吉普，车上有一对年轻的男女，看起来非常恩爱。他们自由穿行在大漠中，从此再也没有分开。